简单的讲一下这个佛教的世界观为什么这个题目就叫做佛教世界观？为什么要讲这个佛教的世界观呢？佛教的世界观它可以说没有什么修法，这是一个知识，但是呢，这就是一个对于一个佛教徒来说呢，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为什么重要呢？有些人呢就认为这个佛教它是讲空性的，讲空性，所以就是佛教里面就是不会有什么这个人生观这个世界观等等的这些概念佛教就是讲空性，其他就没有什么。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是认为佛教就是烧香磕头是这样子。有些人就是觉得这个佛教什么是佛教？佛教就是全人向善，但是其实这个佛教也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说佛教是讲空性的，但是也不是说所有东西都不存在，然后自己没有任何的这个观点，也不是这样。另外一个佛教里面也有这个烧香磕头有这些，但是呢这个烧香磕头就是不能代表整个佛教，也不能说明佛教的教义，所以也没有那么简单。另外一个就是说佛教是全人向善，但是全人向善呢不是佛教的特征这个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这儒家里面呢也有这个做人的方法，孝敬父母等等等等的这些也就是属于这个全人向善。那佛教当然不是那么简单。那这样子的话呢，佛教它有很多这个圣义谛世俗谛空性现象就是各方面的这些见解。但是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佛教的这个世界观。一个原因是这个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佛教里面就这个描述的那些宇宙的形成，有些地方呢就是跟现代这个的自然科学所发现的那些，就是有一些从外表上从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就是有一些冲突的地方所以就是很多人也这个佛教里面讲的那些是这个不科学的就是有这样的看法。然后呢他觉得因为佛教里面的这些这个就描述宇宙形成这些不科学，所以呢就是其他所有的这些修法见解就是一系列的这些都是就是这样子不科学的不合理的，就有些有这样子的看法。其实这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没有把这个佛教系统的学没有透彻，了解不透彻不彻底，所以就导致了这样子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在西方的话呢，就是就这个他们的宗教和这个科学经常都有这个发生冲突。然后呢就是每一次就发生冲突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自然科学它很多方面都有强有力的一些证据，所以呢它是很有说服力的。那个西方的那些宗教里面呢讲的很多也都是既不能就现代科学既不能推翻这些东西又不能证明他的那些，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证明
所以就是因为发生了这样子的情况以后呢，很多人都觉得佛教也就是这样子，他就是把这个宗教两个字就所有的这些那个教派，就是包括佛教他都认为就是同样的一样的那个见解，一样的这个行为，因为他们不懂嘛，所以就是有这种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是比较重要。它虽然没有什么修法，但是要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说一下不讲太复杂的。太复杂的呢，就是需要了解很复杂的话呢，就是要学很多就是这个关于这个世界宇宙方面的这些描述的那些书籍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就给大家提供一些这方面的那个思维的一些线索这样子的话以后自己可以去这个思维这样子的话呢，很多问题自己也能够解决那我们讲这个佛教的世界观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世界就分开两种世界，一个是这个微观的世界，第一是微观世界，第二是这个宏观世界，从这两个角度去讲。这两个角度去讲的话呢就了解的比较完整。所以就是要分开，就是要这样子分开讲。那首先我们就简单的说这个微观的世界。那描述这个微观世界的时候佛教里面有那个很多那个基本的这些教派。那这些教派的他的那些观点也有点不一样的。他们的观点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传法的时候，就是故意传了这样的不同的那些教义传了，这是故意的，佛就是故意的然后这些教派呢就是根据这个佛的描述那个世界的这些佛语就是佛的这些教育，然后就是创立了自己的这个教派那第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基本的教派是什么？第一个是这个一切有部第二个叫做经部第三个叫做唯识宗第四个叫做中观如果密宗分开的话，就第五个是密宗但是密宗基本上都可以包含在这个中观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讲密宗的那些东西，就只讲这些那首先这四个教派里面呢，我们要分大小乘的话呢这个一切有部和经部这两个叫做小乘唯识宗和那个中观这两个叫做这个唯识宗和这个中观这两个叫做大乘那这四个叫做佛教的基本的也可以说是佛教显宗佛教显宗的基本教派，四个基本教派四个基本教派的它的这些观点呢就是像楼梯的阶层一样，它是它是这个一个见解比一个见解高这样一层一层，也就是说一个不同，就是四种不同的层次，四种不同层次就叫做四种基本的那个教派那为什么需要有这样子的四种教派呢因为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就考虑到每一个众生的那个承受的能力如果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讲密宗或者是讲这个那个中观这样子的非常
深奥的这些法的话，很多众生他都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以后呢，他就会失去信心就不会走上这个解脱的路。如果他在这意识当中不走解脱的路那他什么时候再有这样子的机会呢？这个机会就是千载难逢，以后就是以后就是这个很难再有走解脱道的这种机会。所以就是佛就舍不得断除他们的善根，所以就是就创立了很多的这些教派。这是因为众生需要这样子的这个教派，所以有这样子的教派这个当然不是佛教内部的那些论师，那些那个高僧大德他们的间接相互之间一个就不承认一个就分成了那么多的教派，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众生需要这样子的引导，所以有这样子的教派。那第一个这个教派第一个教派就是这个那个一切有部那一切有部的他的这个那个微观世界的那个见解是什么样的呢？那个一切有部认为，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山河大地然后呢这个人的肉体房子等等这些粗大的这些物质这粗大的物质呢全都是由那个微尘那个构成的。微尘就是非常非常细微的这个就是像现在说的那种粒子，就很小很小单位，最小的单位就是那种微尘，这叫佛经里面就叫做这个微尘在佛经的那个俱舍论里面呢但这些也有一些很多的名词就对这些微尘的名词但是我们就学的时候就不说那么多的名词，不用那么多的名词，就说这个微尘微尘就是很细微很细微的一个物质，可以说是物质的一个最小的单位这叫做这个微尘。那他们认为这个所有的这些那些粗大的那些物质呢，就是由这些最小的那种微尘构成的然后这个微尘的话呢不能再分离，就分割它是没有办法再分割，它已经分到了最小最小的单位他们认为这个就不可能再分了已经分到最小，就已经分到不能再分的那种这个地步了，不能再分，他觉得这就是再也不能分了他认为这是实有的，实实在在的那其他的这些这个房子呀人体呀那些呢它是这个因为除了这些微尘以外没有，因为它这些人体呀房子呀山河大地呢实际上就是这些微尘，但是这些积累了很多这些微尘堆积了很多这些微尘以后呢，就是产生了一种幻觉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颜色呀形状等等的，实际上这些都是这个微尘组成的实际上存在的就是这个微尘微尘，其他的这些粗大的那些呢，除了微尘以外呢就不会有不会有。那这叫做这个微尘微尘他们认为这个微尘比如说每一个微尘之间都有空间，每一个微尘之间都有这个间隙，就是有空间那这些微尘是所有物质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因素然后他还这个那个一切有部他还说时间空间速度还有这个方向等等，这些也是实有的这些也是实有实在的东西那一切有部的这个
基本的观点是这样。刚才讲的那个那些每一个微尘之间是有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宏观世界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小的但是微观世界它本身的角度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空间，有一定的空间。那这就是这个他们的见解，他们认为这个是这个微尘是存在，除了这个微尘以外人呢就是这些人，也就是人物我嘛，就是人呢，山河大地这些都是就是就是它的一些附属品，就是这些微尘的附属品，人体这些物质，然后这个精神精神的话，也就是精神也可以分到最小的单位精神分的时候怎么分呢？精神是没有办法东南西北来分精神分的时候只有这个是用时间来分用时间来分，就是比如说一个人的心中就冒出了一个念头，那就是冒出了这个一刹那的念头。从这个宏观世界来说，一刹那的那个念头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但是从这个微观世界从它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一刹那一瞬间的这个念头，它也可以分它也可以分很多前后，那它这样子这个用时间来这个分，就可以分到最小的单位，不能再分的那种单位那是就是人的这个人，就是这个精神一刹那的精神和最小的那个微尘，就是这两个元素这两个元素构成的人，就是这样子的除了这两个以外呢，就是所谓的我呀众生等等这些都是不成立的。它是从这个上面，这个微尘上面呢，就这个抉择了这个人无我，然后就是从这个上面修行，就得到了阿罗汉的果位。这是一切有部的微观世界的那种观点。然后第二个就是进步的那个微观世界的观点是什么样子呢？基本上就是跟这个一切有部是一样的，基本上是一样差别是什么呢？差别就是他不认为这个时间空间，然后这个方向前后的这些速度等等，他不认为这些是实在的。比如说这个空间的话呢空间是什么东西？空间就是在这个范围里，比如说这个房子的这三部分没有什么坚固的东西没有东西叫做这个空间其实这个没有东西以外呢，就没有什么别的空间，不会有什么空间因为有东西的话，这不叫空间了因为把这个东西呢，这物质呢把这个位置就占了以后呢，就这里没有空间，所以就不叫空间。那没有物质占这个空间的时候呢这腾出来了以后呢，这叫做空间。所以这个空间也是一个假离的。那个假离是什么叫假？就是一个这个虚假的不是一个实在的空间是这样。然后时间，比如说这个那个这1小时呀，1分1分钟1天1年1个月等等，这些都是是一个物质变化的过程其实除了这个物质以外没有时间，不会有时间比如说因为有了这个地球上就存在了很多这个物种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要根据这些物质的变化，比如说一个衣服它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新的，然后它逐渐的褪色呀，然后就是破呀这样以后呢就变成了这个旧的那在这个物质的变化的过程叫做
时间。除了这些以外呢，就是不会有时间。比如说太空、外太空中没有任何星球的话呢，这个当中会不会有时间？不会有时间。所以就是时间是根据这个物质的变化，以人的意识就是真上安理的，这叫做这个真上安理。时间是这样子的，空间也是这样子，时间也是这样子。就关于这个时间上面呢，就是现代物理里面呢也有很多争论的，就是时间呢是不是成立的呀？然后就是讲这个时间它的本质是什么呀，等等的。但是进步他就认为这时间是一种人的概念而已是一种概念而已。实际上就除了这些物质的变化以外，就不存在这个时间然后就是这个速度，速度是什么什么是速度呢？速度快速度慢这个快慢它实际上它也是一个物质的这个运动的过程，叫做这个速度除了这个物质以外呢，就是不会有别的速度。比如说一个物质，第一个就是从零的位置，然后第二刹那的时候它是就1、2、3、4的这个1的位置，然后第三刹那的时候它就走到这个第2就2的这个位置的话呢，实际上这个在零的位置上面的那个物质和1、2、3、4的那些位置上面的物质就是一个物质而已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从宏观的角度看，我们肉眼去看的话，就是看得见一个物质的那个潜移运动速度可以看得到但是实际上从细微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没有所以这个速度，然后方向也是这样子，东南西北东南西北就比如说我们就固定一个地方，然后就根据这个地方制定一个东南西北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东南西北，然后再换一个地方的话，以前的东现在我们就往东走，再固定一个东南西北的话，以前的原来的那个东边现在已经是西边了，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也不成立。那不同的地还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些都不用细节的讲这方面的都叫做这是他们之间的差别那个没有差别的那个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是他也这个进步，他也认为所谓的世界实际上这个墙壁它也不是什么墙壁，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很多的这个微尘就是在这个空间而已实际上不是什么墙壁。那它为什么就是在这个空间，它能够为什么它可以成为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房子？它为什么把这些很细的那些这个微尘为什么不解散呢？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解散？它为什么可以这样一起呢？那他们认为这个每一个微尘都可以分4种这个地水风火那里面的地水风火的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水和火，它是什么？它只是一个能力那水是什么叫做水呢？水就是把这些微尘收集在一起，就不让它们分散的那种能力叫做水。地是什么东西呢？地呢不是我们宏观世界的地，比如说人的骨头也是坚硬的坚固的东西，凡是这些坚固的东西都叫做地。那么钢铁也好，人的骨头也好，这些坚固的所有叫做地这成分叫做地那因为每一个这个微尘里面呢，因为有了这样子的这个水的那个微尘，所以它就不会解散的。那这是这个进步的微观的世界微观世界的观点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呢就是西方哲学里面很早期的自然哲学里面有一个派叫做这个原子论他也认为这个
这个世界的最小的世界的最基础最基本是什么呢？就是原子原子是什么呢？原子又是它的原子的定义就是不可分割那也就是一个很小很小很细微的一个这样子的那个微尘那他们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的这个原子实际上是一个很粗的概念它下面还可以分很多这个中子呀、质子呀、电子呀这样子。但是进步和那个一切有不它的那个微尘就是是一个非常细的可以说是现代科学还没有到达还没有找到这么细的这个粒子就是一个这么细微非常细微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很小的单位就有这个差别。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经典物理学里面也有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叫原子呀、电子分子之类，但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的两个名字但是他们这里面也有，但是他们的也就是没有进步和他们那么的这个细微，进步和那个一切又不那么细另外一个当然更大的差别就是他们这个无论是进步也好是一切又不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思路就干什么呢？就是要抉择人无我走向解脱那以前的那些就是这些比如说经典物理学的话它这是用来干什么？它就是制造很多很多的这些核武器等等等等的，所以就是不同的这个两条路两个方向但是也有这样子的共同点这是进步和一切有不的观点。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唯识宗的观点唯识宗他也认为外面的这些物质如果我们不详细的去观察的话呢他也承认这个物质的存在他也承认这个物质的存在。但是如果我们就对这个外在的物质加以这个思考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认为外面有一个这个物质这是站不住脚，最后就是不可能成立的。不成立的原因就是就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就这个观察的方法以前我们讲过，今天不再讲了就是这个分解的那种方法，最简单的就是分解的方法，把一个粗大的物质就分解，最后就是分到就分尽，分完了以后呢，就什么都不存在，就是变成空间。这是佛教的唯一的观点其他的现在还没有到这样子的地步境界。那唯识宗他的这个那个微观世界呢，他没有这样子的物质的世界他最后就是要把所有的那些物质世界这样分那个观察以后呢，最后一切都是新的现象，有一点像这个贝克莱的那个经验论但是也有很多的差别，这是有一点点像而已我们也不能说因为有点点像所以经验论作为是种肯定不能讲。比如说牛和羊头上都有长角但是不能说因为这牛也有角那个羊也有角，所以牛是羊，羊是牛，不能这样子说同样的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些教派就是都是人创立出来的，肯定是有共同点但是因为有一小部分的共同点，所以你说这个教派是跟那个教派是一个的，那不成立的那但是有一点点的这相同的地方然后呢它的微观世界就是一个精神的非常内在的一个这个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它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外面的物质世界的微观世界这是这个唯识宗然后第四就是这个中观中观的微观世界是什么呢？中观它有两个，
一个呢它的这个最就近的那种见解那是讲空性那这个空性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已经不存在什么微观宏观了一切都是这个空性但是呢它也有实数谛它的实数谛是什么？它的实数谛就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眼耳鼻舌等这些器官的它的这个所得出来的这个结论这就叫做这个实数谛。那它从实数谛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中观里面也有两种，有些实数谛就是跟那个唯识综合一样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它就没有那个不存在这个物质的微观世界了那大部分的这个大部分的中观他们的那个实数谛的间接就是跟这个那个进步还有一个叫做这个时间观时间观是什么就我们眼睛看到的什么东西它就看到的呢他也承认那我们想这个是物质那他也承认这是物质就是佛也说过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世间人就跟我争论我不跟世间人争论世间人说有我承认有世间人说没有的我也承认没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纯粹是从世间的角度来说的话那我们不能说没有山河大地没有这个这些东西的存在肯定是有但是这是世间人的想法世间人的角度世间人的眼耳鼻舌的结论光是从这方面看的话那就是只存在这叫做世间观那中观很多的那种实数谛的这个境界就是这样子境界这样子的话呢它有没有这个物质的微观世界呢它有物质的微观世界它的物质微观世界是什么样子呢它的微观世界是跟进步差不多的跟进步差它也就是认为这所有的这些粗大的这些山河大地房子呀车呀等等的他们是这个很多的那些微尘构成的他们的基本是什么呢基本就是这些微尘这些微尘很多微尘堆积了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这个不同的形状然后我们把这些形状就是取了各种各样的名字车呀房子呀树木呀鲜花呀等等等等人就取很多名字实际上就是一大堆的这个微尘这样子的那他们的那个微观世界的见解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这4个讲完了以后再总结一下那他们的这个唯识中没有这个物质的微观世界那所以就不谈了那进步和一切有部和进步还有这个中观的部分的那个见解是有这个微观世界那这个微观世界是就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这样的中观的还有一个呢它就是直接把那个最小的那个为那个进步和一切有部认为不能这个分割的那种这个最小的单位中观也把它这个分解了以后呢分解到什么样子呢就是最后就是分解到空间什么都不存在了就是变成一片这个虚空它就分解到这样子的地步了这叫做这个空性那这些微观世界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跟那个早期自然哲学当中的原子论和经典物理学里面的这个他们那个小乘的那观点就是有一点像质量和能量守恒的那种牛顿的那种那个观点有一点点像部分的有点像但是中观把这个破了以后呢就已经根本就不存在了任何一种这个基本粒子呀分子呀之类的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境界就是从现在这个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还没有达到这样子的这个那个地步
就是量子力学就是比较接近，但是这是比较接近而已，比较接近而已。我们也就是有一些那个量子力学，比如说这个中国国内比较权威的那些这个量子物理的那些专家呀、科学家都探讨过讨论过，但是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就不可能把一个分子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物体变成虚空。他认为这个能量是不可能。如果质量它如果可以转变为能量，但是能量是不可能没有。目前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观点所以就还要发展。不发展的话，这个就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样子的。还没有这个，还不太够。就是这2年我们也就是看一些这个物理方面的书呀，就是有一些物理的专家，就可以说是这个物理学家，也不是就是在学校里面学一点物理的物理学家可以说是这个国内数一数二的专家跟他们也讨论过。但是呢，就是这些书面上就是在从这些人那里就是学到一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是一点都没有新鲜感。为什么没有新鲜感呢？因为这些都是已经在我们的书里面已经讲得非常透彻了，但是他们是用仪器实验出来的结果，我们那个就是用这个推理的方法推出来的，就是这个差别而已。其他从这个基本的那个观点上面呢，没有差别。所以对这量子力学里面讲的呀，或者是那个爱因斯坦的那个相对论呢这些出来了以后呢，我们都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很新鲜。最后还感到什么呢？最后还感到这个还是要发展的还没有到达最顶峰，就是有这个感觉而已。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最后就是说那个中观的这个微观世界已经超越了所有的这个现在不是最顶级最顶峰的就是相对论和这个量子力学，就已经超越了这两个呢学说它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这个我不需要讲，你们基本上也知道但是你们从那个量子力学这方面比较清楚，但佛经的这上面讲的也许就知道一些，但是也不一定知道的很透彻就是这样子。这是微观世界微观世界讲到微观世界，简单的说就这样子那密宗里面就是有非常奥妙的这个奇妙的内在世界和这个微观世界非常这个实在的然后很有用的，有这样子的。但是这些我们现在还不着急就讲这些仙宗的微观世界是这样子。在微观世界里面，就刚才讲的一样，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些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目前的情况讲在全世界所有的这些这个学科里面呢没有一个这个宗教也好，哲学也好，科学也好，没有一个是能够佛经里面讲到那么的透彻这是没有这个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是佛教徒所以我们要这样子说，当然不是这样的这样子的话就是片面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这样子讲的话，这屋子里面可以讲但是超过了这个范围这一步呢，这样子的话可不可以讲这就是如果没有根据的话，这是没有意思但是如果有逻辑有这个那个证据的话，那就是在无论是谁的圈子里面也好无论是什么地方也好就这个经得起考验有把握，所以就是这样子讲但是也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不了解，所以就不会这么接受。不接受没问题。
不接受这个它的主观，不是客观。接受不接受，就是因为人本身的一种理解的问题。这样子的话呢，从微观世界里面我们毫无疑问的就可以说这个佛教的这个微观世界已经超越了所有的这些哲学、科学等等。如果以后这个量子力学如果发展的非常好的话那也有可能就是能够达到佛教的微观世界的某种程度，也就是说一个部分的那个境界但是这个就是要看以后那它再发展的话，比如说发展成成千上万年的话，也就不会再超过。这个当然以前那个，比如说经典物理学家的凯文他们也讲过这个话。他们认为物理学已经到达最顶峰了，不会再有什么新的发现。然后爱因斯坦他们出来了以后，他们都被推翻了。但是我们讲的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已经分解到虚空了，那还要分解什么呢？还要发展什么呢？就发展到这里的时候就顶峰了，已经走到头了。但是还没有达到这样子的，这是微观世界这是微观。我们的微观世界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用来这样子分解以后呢，我们要推翻对人对自己的执着，对人其他人的执着，对这个钱财这些东西的这个名利对这些东西的执着，我们是为了打破这些，所以这样子抉择。那其他人当然不是这样，就物理哲学这不是这样子的目的，两个目的。一个基础上面就是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路为什么要出现两个不同的路？就是因为有两个目的，所以就有这样子两个的那个两条路了。这是微观世界。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不是微观世界，就是要在宏观世界上面的问题宏观世界上面为什么要有问题呢？比如说我们居士论里面讲的什么样子呢？这个居士论里面没有说这个世界是就是这样球形的不是一个这样子的圆圆的另外就是在十轮金刚里面怎么讲的呢？十轮金刚里面也没有提到过这个世界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圆圆就是球形的，也没有提到过。不但是没有提到过，而且在这个世界上面呢，还描述了比如说须弥山等等的，有很多的这些描述。然后就是这个月球上有什么东西还有太阳上面有什么东西等等描述了很多很多这方面。那现在有没有呢？现在没有就是从高空从这个轨道上或者是从月球上拍下来的那个照片。我们看这个地球上哪有须弥山呢？没有。然后就是这个在佛经里面就是讲太阳它在这个绕这个太阳在绕这个地不是这个地球在绕太阳，不是月球在绕地球。那现在不是这样，恰恰相反的。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在这个佛经里面在月球上面就描述了很多很多的天人的这些宫殿天人等等的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1969年的7月20号下午就是那个宇宙飞船那个阿波罗11号就是真实在月球上着陆然后就是3个宇航员就是长达21小时的考察没有发现任何这个我们所讲的那些宫殿天人什么都没有那这些是什么回事呢？这些上面有问题的。就是刚才讲的，从月球上从太空中这个卫星拍下来的那个照片，我们连小孩子就是1年级2年级小孩子都看得到，都知道哪有那么长的那么高的须弥山那这些我们怎么解释呢？这些就是有问题如果说是现代科学不对呢，当然不能这样子说，因为是这个我们佛经里面这叫做这个限量就是这个
很清清楚楚看见了啊，这个不能说没有那如果说是佛的错误呢，是不是应该这样子讲啊？那这上面是有问题的，有疑问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个啊。那这个怎么样讲呢？是不是因为现代这个科学发达了以后，就是有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去找这个答案，是不是呢？不是现在才去找这个答案。佛经里面呢，已经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也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就是1000多年前的那些经典里面，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现代科学呢只有300多年的历史，1000多年前呢根本就不存在这个现代科学、自然科学不存在。但是那个时候呢，就佛经里面就有答案佛教的学者那个时候他就有这个疑问，他就产生了这疑问他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疑问呢？因为佛经跟佛经的描述是不一样的。佛经跟佛经里面讲的，比如说那个俱舍论里面讲的这个宇宙的形成和释论金刚里面讲的宇宙形成这两个之间呢就是有非常大的差异还有很多就是类似的佛经上的那些描述这个宇宙或者是描述这个世界的那些记载当中呢，也有很多的那些差别。比如说光是这个日食和月食都有好多种不同的这些说法。然后呢就是后来的这些佛教的这些学者他就产生疑问，为什么是这样子难道有2个世界还是1个世界的不同的这个形容描述他产生了然后他产生了这个疑问以后呢，他这个怎么解决呢？他不是自己想什么就写什么，他就是要在这个佛经里面去找这个答案佛经里面去找这个答案，找出来了这样子的话，这个问题已经很早以前就解决了那解决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讲呢？就是刚才讲的一样，比如说月球上面我们说有很多很多的那些这个宫殿，有天人那实际上就是到了就是活生生的人到月球上去看就是一个死星球没有动物，没有植物。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应该怎么讲呢比如说这个问题谁都对呢？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回答？我们应该说2个都对2个都对。我们也承认这个现代科学的发现最重要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就一定要记住的是什么呢？佛教的这个包容性就是有非常大这是谁说的？就是佛自己说的比如说这个现代的这个科学就是发展到1万年后的那些他的新的发现佛教里面都可以消化，有这包容那为什么佛刚才我就用的那个校正，佛就是说世间人说有，我就承认有世间人否定的我也否定他是这样讲的。那世间人是什么呢？是不是所有的人的那些胡思乱想呢？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世间人是什么叫做世间人？实际上不是一个人，就是人的器官人的这个眼耳鼻舌，然后他没有这个毛病的情况下所得出的这个结论叫做人的这个否定和承认，就是这样那人否定的是人否定的我也否定，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屋子里面没有这个比如说骆驼、大象这些都不存在那佛也说，对，佛也就是会站到我们的立场佛也就是承认这里面就是不存在这个骆驼、大象那我们说就是从我们的角度去看，我们说这屋子里面有很多人佛也说他不会他也不会反对，佛也说就是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研经的结论那佛就是站到我们的立场的时候他就会承认那现代科学是什么东西呢
虽然有很多仪器啊，但是最终还是这些仪器是谁去看这些仪器，还是用眼睛啊这样的。最后这些东西都是人在搞这些实验呢，人搞出来的实验，不是怕他自己自动机就搞一个实验出来，就是有人科学家去看这个，搞出这个那个实验。然后人他靠什么呢？他就是主要就是看这个眼耳鼻舌的器官啊，所以那眼耳鼻舌在没有毛病的情况下，没有问题情况下得出来的结论啊，佛就是永远都不会否定的。所以佛教就是有无限的包容的空间，这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现代科学发展到1万年以后，他所发现的佛教也承认，也可以承认，不否定，不会否定的。所以就是所有的这些新生事物啊，就是没有错的那些真正的那些结论啊，那些实验得出的结论，佛教也会承认的。佛教不可能就是像基督教这样子去说，就一旦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以后，把那些人赶走啊，或者是这些人就是关监狱里啊，或者是活生生的烧死，也不可能这样的。因为佛教就是有这样子的包容性非常大，这个就每一个佛教都必须要知道的这一点。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啊，我们不会说这个那个月球上啊，他们看到的是不对，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佛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那问题就是在这里啊。那佛有没有说过这个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宫殿呢？有这样子的宫殿和人呢？没有。佛是说有天人的城市，有天人在那个上面，没有说有人的城市和人在月球上面。那人的这个城市的话，如果佛说人有很多，月球上面有很多人呢，有人的城市这样子的话，那人的城市应该是人肯定可以看到的啊。但是天人的城市和天人呢，人看不见，这个佛也说了看不见，因为两种众生看一个东西一个物质啊，是两种结论不一样的。人可以看到人的这个城市，人的这些生活，可以感觉到人的生活，人不可能看到这个天人已经超越了。比如说就是人世间的，我们只能看到原子以上的那些东西再细微了以后呢，很细微的我们肉眼没有办法看到。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因为我们肉眼没有看到，所以它不存在，不能这样子说同样的，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但是呢，这是另外一个众生的境界。这个是不是有逻辑呢？这个有很强烈的逻辑，它是以两种众生，比如说完全不同的众生，比如说它的这个器官的这些构成然后呢，就是从我们佛教的角度来说的话，它阿赖耶识上面的习气各方面不同的两种众生同时看一个物质不一样的，两个人看的都不一样，就包括这些鱼类就是他们看到，他们的眼睛看到的物质都不一样那人和天人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别，他看到的更不会一样所以天人可以看到人的生活，人的城市，人因为他是就比人高了一个层次，所以人就看不见是这样子的。这个每一个众生的境界是不一样每一个众生的境界不一样，所以就人看不见佛也没有说这个有人看见的东西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从这样的应该是这样解释，这个不是新的解释，就是已经是很早以前，这是一种这个就是几千年以前的那种答案，不是新找来的答案。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去这个回答的话，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回答就有一些这个那我们怎么证明这一点呢？这很简单佛经上说
以前有一个这个老鼠呢，它就是住在这个火里面，火坑里面的它吃的东西也就是火它住在火里面它的那个皮毛根本就是不受伤的这个是很有可能的。那个佛经里面呢就讲过，有一个衣服呢它是这个穿脏了以后呢，它用水是没有办法洗的，它就是要扔到火里面。扔到火里面以后呢，就火可以把那个衣服上面的那些污垢就可以烧干净，但是那个衣服是不会烧的。唐朝还是什么那一个朝代也有这记载有一次就是有国王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衣服那这个问题它为什么呢？它因为那个衣服的原料是石头所以它是这个不会烧掉的，那火是没有办法烧掉的同样的那些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我们的这些这个我们这样子的人的肉体的原料就是那个老鼠的原料是不一样所以呢它就是在火里面就可以在火里面生活，而且它就是一旦离开了这个火它就不能生活了他觉得这火里面就是很舒服的那这是一个，但是现在没有听到有这样子的这个动物，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一天都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动物都在绝种嘛，可能是这已经不存在但是另外一个很简单的说，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是在海底这个火山爆发的那个附近，就是200°C的那个环境里面呢，就是随于这样子的高温的那个环境里面就是有很多鱼类在生活那他们就一点的就不觉得这个很疼那普通人或者是其他鱼类的话，这就是很疼这是肯定的了，非常的疼那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一个小结论，这里面可以看得出一些这就是所谓的疼烫热冷都是一个这个当然是一个人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呢不一定所有人的感觉是一样的不一定，这是因为就每个人的这个不是每一个人就是不同的众生就有这样不同的感觉。那这个有这样子，这个从触觉上面有这样子的话，那眼睛也有这样子的眼睛看到的也有不同的东西有很多这样子的东西还有很多的逻辑，但是我们简单的讲，这是一个线索，你们在这上面可以思维这样子的话呢，没有一个人能够推翻这个道理。外在的那些是贝克莱的那些哲学里面，他说右手放到很冷的水里面左手就放到很烫的那热水里面然后呢就一下子把2个手都放在温水里面那什么感觉？这个刚才那个冷水里面的就觉得这个就很热，这个热水里面的呢就很冷他说这2个实际上这个水就是一个温水，不可能是这个热水冷水但这个逻辑太简单了，我觉得这个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些就有一些这个其他，比如说眼睛还有就是这高温这个240°C的那些高温那些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佛教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推理的方法，所以在从这个角度来推理的话呢，我们就是根本没有这个理由因为我们看到的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宇宙上面，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真理以外不会有第2个真理，这我们不敢说，人是没有这样子的理由我们不能排除就是比我们还看到的就是这个更清楚的或者是更透彻的有可能这样子的众生的存在，这永远都没有办法排除的，而且这个可能性也非常大。所以这外面的热冷也好，或者是坚固的东西等等，不是在外在，就是里面的一种这个内在的一种特殊的那种因缘影响在外面从佛教徒的那种修行人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就很容易解释了，就是像米拉日巴从这个岩石上面飞过去飞过来坐在这个空间就双盘坐在这个空间，他就是像坐在地上一样
这样子的话就是这种人另外很多这些那些成就者呀脚踩在那石头上面，就像泥巴里面一样，就立即出现这个脚印的、穿墙的呀等等，这不是神话。因为现在人呢就是很傲慢嘛，因为我没有看到以后呢，我就说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他觉得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我没有看到过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不可能这个是站不住脚。你没有看到是对的，但是你没有看到的东西都不存在吗？那么这样子的话300多年前任何人都没有发现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理由，那么这样子的话300多年前就已经不存在这个可能性吗？不是，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人没有发现而已所以没有理由。所以就是人的这种所以就是我们这种说法就是人的一种非常狭窄的一种这个那个环境里面范围里面呢，就可以这样子说因为我们看到了才算其他人看到，其他众生也许不可能看到，如果看到了的话也不算没有这样子的理由。所以这个月球上的那个问题就是要这样子来解决这个不是，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因为这个因为不是这个人飞到月球上去了，就发现了这样东西以后，然后我们才去找这个答案，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你们可以看这个佛经，几千年以前就有这个答案因为佛呀，这佛那些这佛教的那些学者呀考虑的非常周到，所以就是不是这样新的答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那个地球的照片上面没有须弥山没有须弥山，而且就是一个圆形的，就是一个就是现在我们从这边从地球上看月亮是什么样的，圆形的、球形的，从那边看我们也是这样的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应该是怎么解决呢？这个在那个十轮金刚的那个有一个光解，十轮金刚的光解里面呢他就讲得非常清楚。十轮金刚的光解呢是香巴拉人写的那他是就是1000多年前的书后来呢就是西藏人也在这个上面就这个进行了很多的思维，然后也写了很多，但是这些书籍都是700-800年前500-600年前的那些古老的那些书不是因为那个不是因为这个物理学呀、经典物理学或者是这个量子力学出来了以后才去找这些答案，不是也更不是这个69年就是去那个登陆月球以后去找的答案，更不是。那怎么讲的呢？这里面就因为那个俱舍论和那个里面的那个十轮金刚的宇宙描述相差特别大。他是怎么解释呢？他说因为这是问题主要的关键的问题呢佛，比如说我是佛我讲法的时候呢，我怎么讲的呢不是按照我自己的内证来给你们讲的那是什么呢？因为我看这些人怎么能够接受，我要最重要，我考虑的就是我这样子说出去了以后呢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利益，他主要是考虑这个那个里面就讲过，如果是对众生有利益的话那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但是佛就是暂时会给你说这就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然后就慢慢的引导如果对众生有害的话呢实际上是这样子，但是他也不会告诉你是这样子不会告诉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佛的这个说法呢他不是根据自己的论点，就是要看别人的怎么能够承受那这么多的人当中呢那个谁能够什么样的承受这些呢？佛才知道，因为佛有他心通，他才知道其他人是没有办法。那这样子的话，当时的那个就是那个环境当时的环境就是这个社会环境、文化
文化背景啊，那个下面呢，就是只有这样子讲的话，就是对人有利益，这样子讲的话，就对大家大家会接受，所以就佛就说啊，这个有这个第一啊，也是平面的啊，不是求行的，也没有提到过什么求行不行，就是平面的，然后中间有须弥山的等等，他是这样子讲，那这样子讲的原因，主要的问题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说，另外一个呢啊，这个无论是在居士论里面讲的那个宇宙的形成也好啊，在这个释论金刚里面讲的那个宇宙形成也好啊，这两个都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从空性的角度，从这个物质的本体啊的角度来说的话，两个都是不存在，两个都是众生的幻觉，两个都不存在。但是从世俗的从众生的角度来这个看的话呢，两个都有可能的啊。你也有可能有些众生呢啊，有可能把这个世界就是看成这个释论金刚里面讲的那样子的世界啊。另外一个众生呢，他也有可能看成这个啊俱生论里面讲的那种这个是宇宙形成啊。这样子的话，从那个世俗谛的角度来说呢，两个都有可能啊，两个都有可能。从生义谛的角度来说的话，两个都不存在。这样子的话呢啊，就是佛就是没有就是老是说一种这个宇宙形成，他就提到了很多这样的不同的那些这个说法啊。这是从我们的那种观点去看的话，也是肯定是这样子。佛传法40几年啊，然后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讲俱释论和这个讲释论金刚的这个之间呢，相隔有30多年啊。那释迦牟尼佛也不是那么愚蠢的人，就是比如说以前我讲了这个俱释论里面讲，然后后面就是忘了以后就又讲另外一个，不可能的啊。这个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子的人的话，我肯定要考虑以前我讲过什么呢啊，我肯定会考虑一下。我考虑了以后呢，以前我是这样描述的，那现在我也应该是这样描述。我肯定这样，不可能那么随便的，所以就是佛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意义，它是有这样子的意义。那这是后来的人说的，但是佛他自己有没有这样子说呢？佛也说过了啊，佛也说过了，就是有一次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讲他学道的时候，就是他什么时候发的菩提心呢？他什么时候走上解脱道？他就关于这方面的描述。然后他前面和后面的就有不同了，有所不同了。不同了以后，就是目犍连在问：你释迦牟尼佛以前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就是说是那一个另外一尊佛前发了菩提心，那今天为什么说有另外一个佛前面发的菩提心呢？这两个为什么有矛盾呢？佛当时就是说，佛陀传法这是要随众生的根基随众生的根基，这样子讲。以前的那些人就是这样子讲的话，对他们有利益，他们能接受这一批人的话，我这样子讲的话，就是对他们有利益。那我是考虑他们的利益，不考虑其他的那是不是根本就不需要讲这个真理不需要讲真正的那些真正的究竟的那些东西，经常是不是要随着众生的根基呢？也不是。暂时就是让众生，就让他们这样子接受，然后呢，慢慢进来的时候呢，有很多门就有很多的门里面进来，有很多路，最后就是走了一条路了，最后就只有一个门。他是就因为有这样子的方法，所以就是佛经里面呢佛经里面就是有很多的那不同的这些描述。不同的描述的原因就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现在就结论是什么？就现代科学看到的、发现的和以前的佛经上面的怎么样他们两个怎么样不矛盾呢？那就是那个刚才俱释论和那里面说的是一样的。然后那个俱释论的那里面也就是说一个5洲长的那个山洞里面宽5洲那个长5洲
的那个山洞里面啊，就这么一个很小的那山洞里面啊，那就是说他就可以住这个专轮网跟专轮网的军队啊，都可以住在这上面啊，这里面啊，这个怎么讲的？这个话怎么讲的呢？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呢，这是一个五洲长的一个这么小小的一个山洞，但是另外一个众生啊，他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天地啊，他可以从他的角度来讲的话，这里面可以做这个啊，不是一个人两个，不是几千个人几万个人，就是专轮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王，他和他的军队啊都可以容纳，那这个是不是矛盾呢？就是一个五洲长的那个里面，顶多也就是可以坐5、6个人，那怎么可以容纳那么多人啊？因为这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众生，就米拉日巴转经，米拉日巴就转到那个牛角里面去了，就是牛角没有扩大啊，米拉日巴没有缩小啊，但是实实在在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它因为一切都是缘起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就是佛教里面有这样子的深奥的东西啊。那从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仅仅是从这里面就是得出的结论是与现代科学不矛盾，是不是这一点呢？不是，它还有一个就是现代科学哲学根本没有这个接触到的，根本不可能这个知道的一个真理，就是在这个里面。那是什么呢？佛就是说一个这样子的星球这么大的一个星球，另外一种人来看的话呢，那就是完全是一个另外一种这个另外一种那个形状。另外的众生看的话，那又是另外一种这个形状。只是问题是什么？就是在内在的缘起因为内在的缘起它会影响外在的缘起当我们修行不足的时候呢，就外在的东西它强有力外面的很多的诱惑我们是没有办法就这个就对付这些，所以就是内在的就强有力还是外在有力呢？这个时候呢，就外在的这些都很有力的，然后就修行修到一定的这程度的时候呢，就比较就这个得到这个自由自在的时候呢，谁强力呢？外在的呢，就是用内在的这种能力去随意的改变。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缘起的问题这是现代科学也好哲学也好根本没有想到过的根本没有接触过的。爱因斯坦他虽然讲到了这个相对论，但是这范围我们都知道范围很狭窄从佛教的这样子的这个光那个声光的那种角度去看的话，这实际上不是什么那佛就说这个世界是很有各种各样的世界也不是说同时存在很多世界，就是一个世界不同的众生看有不同的这个世界，因为这是他们的这个内在的因缘的原因这是佛才知道，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所以佛经里面就是有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那些不同的描述。那佛经里面为什么没有一个现代人看到的那种地球，为什么没有一个这样子呢这刚才我讲的那个就是当时人的他们的感觉是他们的那种这个概念是什么样的，他们就是这么认为，是太阳在转这个地也是平面的，他们这么认为。那释迦牟尼佛也就是在这些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上面他都不争论了他不争论了，就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是求行的也好是平面的也好，对这个希求解脱的人来说这就不影响了。你认为这是求行的，那也就是这样子你觉得这地是平面的，那也不影响你的解脱这你看到这是求行的，那也不对你的那个修行不会有什么帮助。所以这些小事情释迦牟尼佛就不争论了，那就是大家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就没问题了。但是最重要的问题上面呢
他就是要去推翻。比如说我们始终都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然后在这个上面呢，释迦牟尼佛就不客气了啊，这上面就想一切方法去推翻它啊，不是很重要的那些上面呢，那就你们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就没有问题啊。不讲今天的这样子的这个宇宙是原因是这个啊，那就是佛经里面有这么多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老是讲一个地球一个这个宇宙形状的话，大家认为宇宙是这样子，宇宙肯定是这样子啊，世界肯定是这样子，对这个就生气了，执着了啊。然后佛就是讲各种各样最后就是人就觉得就看佛经的人到底是哪一个，他肯定要去这个研究的。研究出来了以后呢，他最后才知道原来就是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东西，那个都是用就是随着人的这个内在的那种这个因缘，它就会改变的。他最后就得这样子的结论。这样以后呢，他可以消除对这个那个世界的那种执着有这样子的意义。所以就要学佛经的话，必须就要看很多书以后才知道就翻一翻佛教的一些书，然后就是很轻易的说佛教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这个那种结论是非常就这个不可靠的也没有资格这样说佛教就是如果要给佛教说什么，你想批评佛教或者是这个或者说支持佛教的话，那必须要把佛教的全部的至少也就是最关键的那些掌握好了以后呢，然后批评的话也好批评支持的话也好支持了就是一点都不动的话，这些都是很盲目的做法，都是一些很愚蠢的做法。比如说我们就去批评这个外道也好，这样子的话，那比如说你要去批评这个基督教的话，你一定要把圣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你知道了以后，然后你再去有资格去批评它那我们圣经里面，我们只知道有一个圣经有一个这个耶稣那就是只知道这一点，然后你就这么一点点的那个基础，然后去播它，怎么去播呢？没有办法播到它的。就佛教里面讲的那些宇宙形成是这样子的，这是那个释轮金刚里面这样子讲。然后般若波罗蜜多的一个解释，也就是1000多年前的那些学者他们写的，这个里面讲的也就是一模一样的。还有那个释轮金刚里面就说刚才那个五洲的那个山洞里面就可以容纳转轮王，然后呢他说一个家里面呢就是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食品就一房子里面，但是地狱的人进来一看的话，他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他根本就看不见这些美食这样子的这是为什么看不见呢？人进去一看，就是存在这些东西那地狱的众生看不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就说就造业的那些，特别是就是杀生等等的那些造业造很严重的业的那些人，就是哪怕就是像这个针，就是一个针的这个针尖这么小的微尘都看见这个就是一座山一样那么大的那个地狱里面的那些就是火呀还有那些就是反正那些这个就痛苦的那些环境，它这么一个就是像一个针的那个针尖那么小的微尘都它可以看到就是一座山那么大的痛苦的环境这些都不是在外，不在外面不在外面。那不在外面，这个是不是又在说那个又在说唯心论？唯心论哪有一个唯心论讲到那么透彻的？没有，你们看看那些哲学嘛，所以就是佛教里面讲的都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是佛那个宏观的世界。那最后我们要终结终结的时候呢，怎么终结呢？从微观的世界的角度来说佛经也已经超越了这个不但是超越了这个早期的自然哲学而且也就是这个最新的那些量子力学等
就是那个自然科学已经超越了这自然科学。怎么超越的呢？超越的最终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他就讲了很多那种宇宙的那些形成讲了很多宇宙的形成实际上就是有可能有这么多的这个宇宙形成，不同的人的角度去看，不有这样的不同的那么多。主要的那个原因呢，就内在的那种因缘，所以有可能那么多所以佛就那么这个描述那么多的那个宇宙形成。那个科学里面没有大家都现在就是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认为就是地球就是这样子圆形的一个有生命的，有水的，有山的，就是一个这样子。月球就是这样子的死的星球没有一个说就是就不同各种各样的星球各种各样的地球，各种各样的月球，没有一个人说。只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说的话，佛经也就是这样子这个超越了这些这个学说这些都是有根据的有理由的。当然从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学术，或者是就作为一个那种像佛教这样子的非常精确的那种这个教派来说的肯定这些东西肯定是不能说了不算必须要有这个很精确的那种逻辑理由才可以承认。那么这些都是有逻辑有理由的。简单的刚才我们也讲了，以前也就稍稍提到过。这样子的话呢佛教里面的那些世界观是这样子的。第一个我们讲了那个跟那些现在的那些就物理有相同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有超越的地方，这是第一个，这是这个微观的世界。第二个就是那个宏观世界里面呢也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大方光华严经的第九品你们这个也有汉文，你们看看第九品里面那这个品，这个九品十品这个分那个划分，不知道跟藏文一目不知道跟藏文一不一样。如果一样的话，就是在这个第九品里面。第九品里面就是怎么讲的呢有很多世界这些世界都是在这个虚空里面，都在这个太空当中然后就是说这那个宇宙是无穷无尽的，它没有边际的那这些跟这个现代科学其实讲的是完全是一样的。也有很多这样子的相似的地方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有这个意义的因为有故意这样讲。然后有超越的地方有超越的地方，这些都一定要去这个就我们今天讲的呢，我讲的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提供一个线索而已，就是思维的线索而已。主要详细的呢，你们以后还是要知道的，还是要考。就比如说在国外西方的话呢，很多媒体经常要到庙里面去到佛学院里面去，就是采访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这边没有，就是私下聊天的时候就看到过一些居士论的呀然后就是那个现代科学的那些自然科学的小学生都知道。这样子的话呢，就佛经里面讲的不一样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些这个怀疑然后有些人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过一样，他就把这个忽视这个佛教，他觉得佛经就是这样，全部都是不对的，不科学的，还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要有一个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佛教的这个宇宙观或者是世界观的话，那就是要这样子的，要分两个微观宏观。微观当中相同的地方，超越的地方，然后这个宏观当中呢相同的地方，不同的从表面上不同的地方，然后超越的地方就是要有这样子的几个框架讲出来的话，那就这个是很容易接受。这凡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有这个思维能力的比较聪明的人这样的话从理论上逻辑上是绝对没有人不能接受，或者是绝对没有人能推翻的这是大家不知道，所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疑问而已。
这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你们就看居舍论啊，看这个大方广华严经啊，然后就是看这些密宗的，就这方面的书籍现在还没有。四轮金刚就这一部分没有看到有中文的、梵文的、英文的有可能有，但是我们就目前我们手里没有啊。但是简单的说，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些啊，然后你们慢慢的去这个思维啊。今天就讲到这里。